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白色情人节的夜晚，我收到了他的回信，信封是纯白色的，上面只写着我的名字，笔迹熟悉又工整。信纸上写着：我一直在等你，今晚来找我吧。落款是他的变化，小童。可是小童已经死了1年，他的死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深的伤口。我们原本计划在去年2月14日订婚，结果他在那天发生车祸，当场死亡。那之后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反复回忆着当天的点点滴滴，想着如果我能早点打电话催促他，他是不是就能避开那场车祸？如果我能亲自去接他，他是不是就不会出事？这些问题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，我活在悔恨里，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在怨恨我。然而现在我竟然收到了他的回信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用颤抖的手翻到信纸背面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是城外的一座荒废公寓。我确定我们从未去过那里，更别说小童会住在那种地方。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思绪也混乱起来。是有人在恶作剧吗？但这笔记太熟悉了，甚至连落款的习惯都一模一样。我应该去吗？夜色渐深，我望着窗外的黑暗，仿佛那公寓已经在远方等待着我。我还是决定去见他。如果这真的是他给我的信息，我必须知道真相。夜里11点，我来到信中的地址。这栋公寓比我想象的更加破旧，墙壁斑驳剥落，玻璃窗碎裂，几乎每一扇窗都黑漆漆的，好像里面藏着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。周围安静的可怕，没有一点灯光，连风都没有吹动树叶的声音。更诡异的是，大门竟然是开住的。我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下，终究还是踏了进去。里面弥漫着一股霉味，脚下的地板踩上去嘎吱作响，像是只要再多施点力就会整个塌陷。我小心翼翼地往里走，周围的空间黑暗而幽深，墙壁上贴着陈旧的报纸和泛黄的告示，字迹早已模糊不清。突然一阵微弱的光线从楼上透了下来，我猛地抬头，那光线来自2楼某个房间，门缝间隐约透出一丝白色的光晕。信里写的时间还没到，我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向楼梯迈去。楼梯老旧，踏上去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，像是警告我不该靠近。我盯着那道门，手心已经满是冷汗。房门是半掩的，里面有一个身影。她穿着一件纯白色的连衣裙，长发垂落在肩上，安静地站在窗边，仿佛正在看着外面的黑夜。小童，我的声音颤抖，内心充满恐惧与期待。她缓缓地转过头来，那是一张熟悉的脸，但苍白的不像活人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睛却黑洞洞的，没有眼白，只有无穷无尽的漆黑。你来了，他的声音轻柔而诡异，带着一丝笑意。我的身体瞬间僵住，冷汗顺着背脊渗出。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一步步朝我走来，脚步轻盈，好像没有重量一样。我想后退，但双腿却不听使唤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他的语气里带着委屈，头微微歪了一下，黑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浑身发冷，嘴唇颤抖。小童，你已经怎么样？他的嘴角裂开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弧度。已经死了吗？他忽然猛地扑向我，冰冷的手死死抓住了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，仿佛要把我的骨头捏碎。我惊恐地挣扎，却怎么也挣脱不了。别怕，他靠近我的脸，声音柔和的呢喃，我只是想带你一起走啊。
我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意识也变得混沌，仿佛有一股寒气正从他的手掌渗透进我的血液里，将我的灵魂抽离我的身体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那是小童生前最喜欢的铃声。他的动作瞬间停住，整个人僵硬了一下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唤回了理智。趁这个机会，我猛地用尽全身力气挣脱，跌倒在地，连滚带爬地朝楼梯跑去。我不敢回头，只觉得身后的寒气越来越浓，仿佛他正在追来。我冲下楼，跌跌撞撞地奔向大门，一口气冲到外面，一直跑到马路边才停下来。街灯昏黄，夜风刺骨，但这一刻我才终于感受到自己还活着。我回头望向那栋公寓，2楼的灯已经熄灭了，房间陷入黑暗，就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。手机荧幕亮着，我低头一看，那是小童的号码，但他的手机早已随着他的遗物一同埋葬。我颤抖着接起电话，里面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这次别再丢下我了。电话瞬间断线，荧幕上的来电号码变成了一串乱码，而手机里竟然自动存下了一条新讯息：我会回来找你。冷风呼啸而过，我的手脚彻底冰冷。我知道这件事还没有结束。那是白色情人节的夜晚，我在门口捡到了一盒巧克力，外包装是精致的白色礼盒，缎带打成漂亮的蝴蝶结，上面还附着一张卡片。卡片的边缘有着细致的蕾丝花纹，字迹优雅而熟悉，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：给你，亲爱的。我怔怔地看着这行字，心跳微微加快。这巧克力是谁送的？我回头环顾四周，公寓的走廊里空无一人，门前的监视器坏了好几个月，也没有办法查到是谁放下的。我住在这栋公寓已经3年了，平常除了公司同事以外，也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朋友，更何况我刚分手不到1个月。他走得干脆利落，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留下。这段感情曾经让我满心期待，但最后却只剩一地破碎。白色情人节这天收到这样的礼物，未免也太讽刺了。但盒子上的笔记却让我隐隐觉得熟悉，这是一种异样的熟悉感，像是某个曾经爱过却又没有真正记住的人留下的痕迹。我皱起眉头，试图在脑海中搜寻这样的字迹曾经属于谁，但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带着一丝不安，我还是把巧克力拿进了房间。回到屋内，我把礼盒放在餐桌上，打开后发现里面摆着一排手工巧克力，每一颗都裹着光滑的黑巧克力外壳，形状精致诱人，还撒了一些金箔粉，看起来像是高级的进口货。我的心里有点抗拒，但嘴巴却不受控制地吃了一颗。巧克力的味道浓郁，带点微苦的口感，入口即化。但当我咀嚼时，却感觉到一丝异样的口感，有点软，有点黏，还有一股奇怪的腥味。我皱起眉头，舌头翻搅着那口巧克力，越嚼越不对劲。最终，我忍不住吐了出来。那一瞬间，我的胃猛地抽搐了一下，一股反胃的感觉涌了上来。吐在纸巾上的，并不只是融化的巧克力，而是一小块指节。白色的指骨裸露出来，残存的肉丝仍挂在上面，指甲已经发黑。那块肉的表面沾满了巧克力酱，和刚才的苦味混合在一起，顿时让我感到一阵反胃。我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，手颤抖着将整盒巧克力掀翻在桌上。巧克力滚落出来，里面竟然藏着更多诡异的东西，有几片焦黑的皮肤，一节细细的耳垂，还有一段明显来自手掌的肌肉组织，血丝在融化的巧克力间渗透开来。
像是一场精心包装的献祭。胃里的翻滚感越来越强烈，我冲向水槽，扶着琉璃台开始干呕。这到底是谁送来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被丢在桌上的卡片。卡片的背面浮现出暗红色的字迹，字体歪歪扭扭，像是渗出的血液书写而成。你喜欢吗？这是你曾经爱过的味道。我的身体瞬间僵住，手脚冰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颤抖着后退，脑中开始闪过不好的画面。我低头看着那盒巧克力，然后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张熟悉的脸，小雨，我的前女友。她已经失踪2个礼拜了，警方至今没有找到她的踪迹，她的手机关机，社群账号没有任何更新，仿佛整个人凭空消失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咖啡厅，那天她的眼神很奇怪，带着一种诡异的笑意，然后对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记得我吗？当时我以为她只是在开玩笑，或许是因为分手让她情绪低落，但现在我再一次回想起她的话，却只觉得背后发凉。桌上的那盒巧克力，卡片上的字迹，还有这些肉。我猛地抄起手机，颤抖着拨打警方的电话，但无论怎么打，手机荧幕上只显示着无法接通。我开始喘不过气，房间内的空气变得异常沉重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盯着我，等待我发现真相。忽然，我听见客厅的窗户传来一声轻微的敲击声，哒哒哒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看向窗户的方向。窗户的玻璃映照出一张苍白的脸，嘴角带着熟悉的笑意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他用无声的口型说着。那是小雨，或者已经不是小雨了。他的皮肤苍白如纸，嘴唇发黑，眼睛里空洞一片，没有眼白，像是浸泡在深水里太久的尸体。他的手贴在玻璃上，指甲呈现诡异的紫色，指尖渗出细细的血丝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他的笑容更深了，缓缓地抬起手，在玻璃上写下几个歪斜的字。你吃了吗？我的胃再次翻腾，无法忍受地冲向浴室疯狂呕吐。但当我抬起头，从浴室的镜子里，我看见他已经站在我身后，嘴巴微微张开，露出满口染血的牙齿。这次你会记住我了吧？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我的视线一片漆黑。当我醒来时，发现自己仍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桌上的巧克力盒还在，但里面的肉块已经没有了，卡片也变成了空白。小雨的失踪依旧是个谜，但从那天起，我每晚都能听见窗外传来轻微的敲击声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，而我的舌尖却始终残留着那一抹苦涩的味道。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回应任何人的告白。电话那头，阿泽的声音透着焦急与不安，像是在极力压抑着某种恐惧。我皱起眉头，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，3月14日晚上10点50分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不耐烦地回道，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告白不是很正常吗？难不成还有什么诅咒？我没开玩笑。阿泽的声音忽然拔高，透着一种近乎颤抖的紧张。不管对方是谁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千万不要回应，更不要说好或者我愿意。他的语气让我莫名有些心慌。阿泽是我的好兄弟，平时就算遇到再恐怖的事也不会这么激动，他今天到底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皱着眉，开始认真起来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他低沉的声音，
去年我就犯过这个错，结果他死了。我愣住了。谁？去年白色情人节，我收到了一封告白简讯，是一个不太熟的女生传的。我当时觉得她蛮可爱的，就随口回了一句好啊。结果阿泽的声音变得极轻，他当晚就死了。我心头一震，而且死状很诡异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在压抑某种可怕的回忆，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笑，但他的舌头被活生生的咬断，双眼大睁，满脸都是惊恐的神情。最诡异的是，他手机的简讯画面停留在我们的对话框，讯息内容是好啊，而时间刚好是他死亡的那一刻。我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来，背脊发凉。你确定这不是巧合？当然不可能是巧合。阿泽低声骂了一句，你以为只有我遇到过？每年这一天，总有人因为回应告白而离奇死亡。警方查不出原因，死者生前没有任何自杀的征兆，但他们的手机里都留着一条回应告白的简讯。这也太扯了吧！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心跳却不受控制地加快。信不信随你，但记住我的话，千万不要回应告白。阿泽的语气变得极为严肃。如果你收到了，不要读，不要回，直接删掉。电话那头传来杂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干扰讯号。喂，阿泽，记住，别回应。嘟，电话挂断了。我看着黑掉的荧幕，心里浮现一股不安的感觉。这些事听起来像都市传说，但阿泽不是那种会乱开玩笑的人。他说的那么认真，让我也有些迟疑了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。我低头一看，一条新简讯出现在荧幕上。我喜欢你，请跟我在一起。发讯息的人是小韩。我愣住了。小韩是我们班上最文静的女孩，平时话不多，总是一副安静的样子。虽然我们有时会一起分组报告，但没有太多交流。今天之前，我甚至没有察觉她对我有意思。她是在开玩笑吗？还是认真的？想到阿泽刚才的警告，我的背后莫名窜起一股寒意。千万不要回应告白。我手指僵硬地停留在荧幕上，心跳开始加快。忽然间，我感觉到房间里的气温降了几度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窗户竟然微微开了一条缝，寒风从缝隙中渗透进来，吹动窗帘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奇怪，我刚才明明有关好窗户，为什么会开着？正当我准备起身去关上时，我的手机又震动了一下。你怎么没有回我？是小韩的讯息。我盯着那行字，心跳得更加剧烈，脑海中不断浮现阿泽说过的话：不要回应，不要回应，不要回应。可是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条讯息的时间刚好是11点59分，还有1分钟就要过12点了。这是最后的考验吗？只要撑过这1分钟，一切就没事了。我紧张地盯着手机上的时间，感觉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膛。23点59分，30秒，20秒，10秒，5、4、3、2、8。手机荧幕忽然自己亮了起来。我瞪大眼睛，发现简讯栏里竟然多了一条我从未发出的讯息。好啊。时间显示0点。我整个人瞬间僵住，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。这不可能，我根本没有打字，更没有按发送。这讯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小韩的回复来了，但这次讯息内容让我的血液彻底冰冷。
谢谢你，现在换你来陪我了。房间内的灯泡猛地闪烁了几下，然后啪的一声熄灭了。四周瞬间陷入一片死寂，我的手机荧幕还亮着，但光线却开始忽明忽暗，好像受到什么东西的干扰。忽然间，我听见了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不是时钟的滴答声，而是水滴落下的声音。我僵硬地转过头，看向房间的角落，那里站着一个人影。他穿着我们学校的制服，长发湿漉漉地垂落在脸侧，水珠不断从他的衣角滴落在地板上，发出诡异的滴答声。你记得遵守约定哦。他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一张苍白扭曲的脸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双眼却是死灰色的空洞，没有一丝生气。我想要尖叫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手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最后一条讯息自动跳出来：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是否？选项不管怎么看都是灰色的，无法点击，因为我已经回应了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也感谢各位新来的馆友们的订阅和赞。